这是中国最东端，也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。凌晨3点，你们睡了吗？我已经醒了，我在中国大陆最东端，天已经亮了。为了看中国最早的日出，很多人干脆在广场搭了帐篷，或者直接睡车里。这里的黑瞎子岛也是唯一的两国一岛，江对面就是俄罗斯，大街上的俄罗斯人随处可见，到处都有俄文，互相听不懂对方说什么。他们也点烤冷面是吗？点呢。在这里不仅有活到150岁的鲟黄鱼，还有中国最稀有的渔猎少数民族赫哲族。这个衣服如果要纯鱼皮的就要好几万，整整7个小时，纯鱼皮制作拉布布。这次我们房车沿着边境线自驾来到了东极抚远。我们到东极广场了，准备看明天日出。哇，风特别大，就停在这个边境线旁边。3点钟去看日出，我怎么感觉我在坐船？这个车怎么在晃？风太大了，好大风啊！哇，好美啊！目之所及是粉色的天空哦。然后我发现开机不管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忘带电池了。太阳来了，太阳在找我，太阳来了。能靠谱掉，电池不拿。还有1分钟，太阳就出来了。还记得地理课本里的那句话吗？当乌苏里江面上洒满阳光时，帕米尔高原还是满天星斗。这句话展现了我国疆域的广袤。小时候对祖国的辽阔只能靠想象，但此时这句话在眼前具象了。凌晨3点，我看到了日出东方，而帕米尔高原仍是满天星光。来到东极，万事大吉。当阳光洒在江面的时候，有一种渐金的颜色，它是2个东叠在一块儿的，所以从4个角度看，它都是一个东字。这有很多俄罗斯人在这里拍照。然后旁边呢，就是俄罗斯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。来到中国的最东端，你会看到这张地图，黑瞎子岛一半是中国区域，现在是景区，另一边是俄罗斯管辖，但实际上那里并没有人居住。为了彰显主权，他们以极快的速度，在1个月的时间调用直升机建了这座金顶教堂，与咱们这边河水相望。一个人145。我们去黑瞎子岛呢，要坐官方的专门的车，所以咱们可以坐车过去。是中国唯一的2国1岛。那一部分呢，暂时我们去不到。那其实呢，在1929年之前，黑瞎子岛是完全属于中国的领土的。但之后呢，因为爆发了中东路事变，苏联呢强占了黑瞎子岛，以至于呢我们这片领土就丧失了。一直到2008年，中俄呢又重新划定了界限，中国呢收回了1半的黑瞎子岛。那现在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。俄罗斯曾经的哨所，开局一个废弃哨所，一对胆大的情侣，外加阴天。感觉就是恐怖片的固定开场环节。这里是俄军撤出时留下的兵营。这边很凉快啊，因为没有人住嘛，就是有点阴森，好像那个《生化危机》里面的一些场景啊。现在我们来切第一式，往前走。兵器库这排就是放枪械的地方。进来就是我们俩，然后呢，你听这回声，你感受一下，非常恐怖片的感觉啊。这里面就是放一些重要文件的。这是一个什么？地下室被封住了。他们的洗手间。俄军厕所的镜子上还贴了美国巨星克里斯蒂娜的照片，动画片《花木兰》的主题曲就是他唱的。当时呢，俄罗斯归还黑瞎子岛给中国，也是在这里完成的交接仪式。俄军普通士兵和军官住的地方很不一样，普通士兵住的是这种集体宿舍，这是军官公寓楼，军官住这里，甚至还有家属。首先这个房间很大，这个呢就是他们的卧室，你看采光也不错，也不会觉得阴冷。向阳嘛。超级窄啊，有没有？不愧是军官办公室啊，里面的吊灯都不一样。我们终于到了中国大陆最东端黑瞎子岛的东极宝塔，这是我们能到达祖国最东部的地方了。我们现在的脚下呢是一个太极图，这个建筑的平面图呢是一个钟的形状，是按照咱们晨钟暮鼓的传统来建造的。意思呢就是说，第一缕阳光照射在中国大陆上，这里的风水也是堪称一绝。东极宝塔处于2江汇合口，呈现了东方龙腾上升之气的风水，像是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。东极宝塔有9层，寓意着99归一，繁荣昌盛。宝塔4角有4根盘龙石柱，对应着4季，寓意祖国风调雨顺，4季祥和。盖的特别有讲究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地图上面其实黑瞎子岛是一个完整的部分。那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咱们可以亲自去到黑瞎子岛的另一半，去看一看咱们祖国的风光。这是一头麒麟，是祥瑞，它镇守在我们的最东端，然后有很多人在这里许愿，考试得100分。哇，风水宝地啊，在这儿许愿应该很灵吧？宝塔电梯没开，只能爬了。走，带你们云爬9层宝塔，还挺累。嚯，这边空气真太好了，一望无际的湿地。
买到了许愿球，这个是投到鼎里的，有很多祝福词啊，事业有成，带大家云许愿，走，幸福美满，身体健康。好嘞，哟，进了，好，进了，完美。我猜一定有人好奇，为什么这个岛叫黑瞎子岛？因为这里的住户呢是黑瞎子，也就是黑熊。熊出没，请注意！黑瞎子岛的野熊园呢是亚洲最大的野熊园，这里面生活着100多只黑瞎子。熊瞎子掰棒子，然后呢？掰一个扔一个呀。棒子呢是指玉米。买点喂熊的吃的。熊10，玉米20，胡萝卜25，上车可以投喂。25买了一筐胡萝卜啊。熊的车就我们买了胡萝卜喂，可想而知有它这个座椅是对着窗坐的，方便大家投喂。虽然说有围栏，但是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相当大，这熊就在这里等着食物哎。熊熊，你好啊！这只熊好多吃的呀。看我，看我，这里这里。有好友，来，没有一丝欲望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哎呀，太棒了！哇，那个熊刚才距离我只有一个玻璃的距离，还挺可爱的。就是我们坐在一个铁皮的车子里面，然后熊在外面自由自在的走，一时分不清是我们看熊还是熊看我们。你还要花25块钱喂他们胡萝卜。熊是杂食动物，它啥都吃，有人它也吃，人吃的它也吃。对于熊而言，我们就是移动的美味的活的罐头。好吓人！哎，紫气东来，不远这个地方就是有非常多的祝福词和吉祥话，让人来了之后心情很好。看到了吗？金色的鲟黄鱼，中国鲟黄鱼之乡。今天咱们去找鲟黄鱼，随机选一家鱼馆吃当地特色鲟黄鱼。哇，这鱼！哇，超大的鲟黄，这是人工养殖的鲟黄鱼。哇，这鱼这么大，比想象中大多了。鲟黄鱼一鱼多吃，可以炖的，可以炸的，可以溜的，还可以生吃。今天呢，我们吃的是人工养殖的鲟黄鱼，要2种吃法，一鱼2吃，一个呢是清蒸的，一个呢是溜鱼片。清蒸的它选的是它尾巴的位置，然后溜鱼片呢是中间的位置。厨师师傅讲究啊，还给我们配了一朵花。这份清蒸呢88。鲟黄鱼呢，野生的最多可以活到150岁，就是比人活得还久，最长可以达到5米，甚至是上吨的这种种类。所以都说嘛，鲟黄鱼就是淡水鱼王。这个呢是清蒸的，它淋了油之后，就把这个鱼的香气啊，就是更有味儿了，有一点那个肥肥的鱼皮的位置。哇，超好吃，就是肥肥的，入口即化，不愧是活鱼现做。很鲜，然后有一点点甜滋滋的味儿，就午饭吃太好吃了，老香了。对，这个鱼细腻的口感进入到嘴里面爆开，哇，超香。这条鱼呢没有小刺儿，然后它身上的鱼骨呢是软的，可以吃掉，可以说是一个浑身都能吃。尝一下鱼骨啊，软软的，脆鱼一样。这个鱼骨脆脆的，吃起来挺香，而且全都能吃。就连它这一排鱼骨都是可以吃的。嘎嘣脆，很适合吃鱼，不爱吐刺儿的朋友。尝一下这个鱼的鱼皮，这个鱼皮很 Q 弹的口感。这是这条鱼的鱼筋啊，怪不得可以凉拌啊，这鱼筋这么粗。本来呢，这2盘菜我俩已经吃得很饱了，但是看老板给我们看那个鱼筋，没吃过想试试，我有一种当哪吒的感觉。尝下这个。这个鱼筋好像海蜇皮啊，没有任何奇怪的味道，吃起来很脆，很爽口。鱼肚比鱼筋呢，油脂非常丰富。旁边的2盘鱼肉是88，这个要98。都吃完了，太撑了，好吃。2个人一共花了280块，永远可以相信东北的饭量。这条路都是卖鱼，找到了当地的鱼松，这个呢是大马哈鱼的鱼松，这个是鲤鱼的鱼松。鱼松呢就是先把它蒸熟之后再炒，把它炒成这种像肉松一样的形状。还挺香，就米饭吃应该不错。今天早上起来炒的。中俄互贸区里面就好多俄罗斯人了，他们在这边吃烤串。我感觉我们去了俄罗斯，好多人，好多俄罗斯人。白天俄罗斯人更多了，他们甚至组团过来，他们就在这个中俄互贸街站着。这抚远市人还真不少，这车也挺多，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停车位。这个套娃是最大的。跟楼一样高的套娃，中国最东端的拉布姆。来逛超市的俄罗斯人，他们很喜欢这里的水果，因为很便宜，种类又很全。因为俄罗斯种不了荔枝，这个鲜荔枝在俄罗斯是稀罕物，而且特别受欢迎。来了好多
多俄罗斯的小朋友过来买文具。这是当地的一个非遗，用鱼皮制作各种各样的包。这是赫哲族的非遗手工。这个呢是当地赫哲族的特色，这个衣服是用鱼皮做的，穿上之后感觉有一种要回去继承王位的感觉。这个衣服如果要纯鱼皮的就要好几万。哦哟，这真的是鱼皮啊！它这个鱼皮做过软化的处理，所以说很有韧性，就这么攒都不会有褶皱。穿在身上呢，也不会觉得很突兀，还觉得挺有特色的。我们来这个手工店呢，做一个拉布布的鱼皮款，这是他们大号的鱼皮，这是大马哈鱼，就是鲑鱼的鱼皮，这一整张。这个是撕不开的，质量很坚韧。你先把它推到这个上面，然后再这样3层，然后把它推到鱼皮上，然后再把鱼皮剪下来。好，我第一步要干嘛？赫哲族人多吗？5000多个人。这些用鱼皮做的挂饰。这边也可以买成品，这个是118。把它踏到这个鱼皮上面，再把它剪出来。好，现在呢，全束缚的把它粘起来。目前已经初具成型，用了差不多4个小时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这是在这待了1下午，终于开始了塞棉花，意味着我们这一趟非遗体验终于要结束。太吓人了，已经5个小时了。这个老板非常好啊，很有耐心。7个小时啊！人都麻了。手工鱼皮，这可是非遗，独一无二的鱼皮拉布布，和他们的店员帮忙了，哇！对，也体会到这个非遗工作者的不容易啊。我以为要花100块以上，结果只要48块钱。老板他们帮很多忙，我都于心不忍。我刚进来我就哎呀，这个卖100多块钱还有点贵。我做了1下午之后，我发现值，可以买。今天进麻辣烫店，一堆俄罗斯人，我以为进错馆子了。看到努力在用筷子吃面条的俄罗斯人。全是我来买烤冷面，发现旁边有好多俄罗斯人在买。今天的俄罗斯人特别多，然后老板就很忙，就很像我玩的游戏《分手厨房》，就是大家特别忙，忙不过来。老板这几天都这么忙吗？呢，就是俄罗斯人特别多是吗？对，这一天中午对。他们也点烤冷面是吗？点呢。老板特别热情啊，虽然他们互相听不懂对方说什么，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愉快，对，很开心，非常的友好。他们这一车一车的拉过来啊，俄罗斯人。正好赶上对面俄罗斯放假。这还是抚远市的边民互市贸易，再逛一个边民互贸，这里都是俄罗斯产品，但是有俄罗斯人在那逛。他在这里买什么呢？买自己家乡产品带回去。小孩在那玩可开心了。今天的台球厅被俄罗斯人包圆了，好多俄罗斯人来这边购物。把车停在了抚远的房车营地，超级热，今天有30度，开了一会儿空调，现在是27度。万幸车里面有空调。这里说下就下啊，不行，得把窗户关了，这雨扫进来了。正好闲来无事打会儿游戏。哇，这个白粥配鱼松好好吃哦，太香了，来一口不？好，青山不改，绿野长流，关注我们，一起开始有趣的房车生活，晚安。